我以為他會給范范一片樹葉，拿去。你拿樹葉去擦吧，去用吧。天啊，我們兩個好壞。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沒有什麼互相測試，就是互相給答案。但是志飛，你知道嗎？有些男的，你給他答案，他也做不对，就是这不就是我老公吗？他老公，我說你應該說你喜歡我是因為我漂亮，對不對？他說啊，對。因為我覺得出軌永遠都不是一個意外，它一定是一個選擇。就是說我不小心做了什麼，我喝醉了都是借口，都是你自己的選擇，没有人逼你。所以我覺得我會很同情一個出軌的人。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我是志飛還有魏軒和范范，歡迎。今天我們要說一個話題，我們以前聊過的，是我們的男朋友或者老公。那今天我們可能會聊一些比較具體的事情。好，我準備了一些問題，來問一下范范和魏軒。好，那范范，我先問你。好，你跟你現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多長時間？到今年的11月末就是5年。哇，那你有什麼事情讓你決定跟他在一起的呢？決定在一起就是順其自然的吧，就是我們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但是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就是他身上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然後我身上也有很多吸引他的地方，就彼此欣賞吧。但是沒有說可能會在一起這麼長時間，就是沒有想到說會在一起很長時間。對，是比較意外的。對，認識的就是比較意外的，然後在一起的也比較意外的。對，是緣分。魏軒呢？對，魏軒，你一開始跟你的老公認識，也會覺得我要跟這個人在一起結婚生孩子嗎？完全沒有。我一開始認識他的時候，我在想，這個男人不好，我以後找男朋友一定不要找這樣的人。可是現在，啪打臉。那個時候你為什麼這麼嫌棄他？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同事。其實我跟我老公我們認識10年了，然後結婚。等一下，讓我想一下，我們什麼時候結婚的？結婚6年了，6年。對不起，突然忘了。对，結婚6年了。然後我認識他的時候，我們是同事。然後呢，他是工程師，我給他做西班牙語的翻譯。然後呢，他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人，然後又很內向，他不會很關心你，他永遠都是直接跟你說我要什麼。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打電話不會超過30秒。他不會說喂，你好，魏軒你在忙嗎？你怎麼樣？他會直接說你在哪兒？我說我在辦公室。他說你來一下，咔，他就掛了。所以我覺得你這個人真的很沒有禮貌。對，他是你的上司嗎？不是，他不是我的上司，他也不是我的領導，他就是我的同事，但是我們工作是配合。所以他的要求或者是他的信息就是很直接。我要知道你在哪兒。好，如果你在你來，如果你不在 OK， 那一会兒你再來。所以他的說話讓我一開始覺得哇，這個人不行。那你嫌棄？對，那你非常嫌棄。你嫌棄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行，是你有考慮，你說可能他會做我的男朋友，這個人不行。沒有，我當時想的是，如果我以後找男朋友，我一定不要找這樣子的，說話這麼直接，完全不去想你在說什麼，你在做什麼。對，而且如果我們一起出去，
他不會說，哎，魏軒是一個女孩子，不是女朋友，魏軒是一個女孩子，她可能走路慢一點，我要等等她，我要跟她一起走，完全不會。他就是你快點，你快點，前面那個同事在等我們，你快点，你快点啊！所以他永遠都走得很快，我看他，我永遠只能看到他的後背。哦，对。那就是我覺得這個人一點也不貼心，一點也不體貼，一點也不溫柔。你們怎麼會在一起呢？但是他這種人應該不會追求你吧？就覺得很奇怪，你們居然會在一起，對吧？我也沒有想到。然後是因為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很長，然後慢慢的呢，就是相處得很好，然後互相了解。然後我發現，哦，這個人他不是沒有禮貌，或者他是一個很壞的人，他就是很內向，他不會表達他自己。然後呢，對，然後他會慢慢的為了我改變，然後我會發現，哦，他是因為我，不是因為別人，因為他對別的女孩子還是那樣。但是到我這兒，我說哦，他有一些變化，特別的。哦，他看上我了，對，我要怎么办呢？然後你知道，就是我們在非洲的時候，生活也沒有很有意思，然後也沒有很多好吃的東西。但是呢，我老公他就是做飯很好吃，所以他經常說：“哎，魏軒，你來，我給你做好吃的。”抓住一個女人的心，就要先抓住她的胃。對，哇，這個男人好有心機，好懂。對，慢慢的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後還有比如我們出去，我說我今天我來大姨媽，我肚子好疼，他就會馬上啪把那個空調關掉。對，所以他會為我做一些。對，我會覺得，哎，這個人貼心，然後他做一些就是打破他的原則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個人不錯，很好，而且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人，所以我覺得，可能我們可以相處一下。那你們兩個都認識我的男朋友，因為我們一起工作嘛，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我想知道 Oscar 他是一個很體貼的人嗎？我覺得慢慢的越來越體貼，因為他在認識我之前沒有過女朋友，只有一個，就2個月。他不是很懂，他很獨立，但是他可能要學習，慢慢的他會說，那你需要什麼，你告訴我，我就會發現我跟他說了之後，他以後都會做，他就慢慢的越來越好。哇，那是你把他調教的很好。你是很好的老師，也訓練他，沒有調教。這個有可能是。對。那我志飛可以開一個新的課程，對，怎麼訓練你的男朋友？對，也沒有。我跟你們說，我見他的第一面，我已經知道我想跟這個人在一起，而且我想跟這個人在一起非常長的時間。為什麼？對呀，因為他很帥嗎？當然他很帥，他很帥，很好看，是我喜歡的類型。我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一種舒服的感覺，是整個人的感覺就覺得這個是我想要的，我很喜歡。然後我們聊天的時候會發現你是這樣的，我也是這樣子的，哇，你喜歡做這種壞事，我也喜歡，就是2個小孩子的感覺，就是2個小孩子見到了对方很喜歡對方。對，就絕對可以當好朋友，那種感覺對我來說很重要。哇，其實，那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志飛，就是我覺得我也是跟我男朋友剛認識的時候就覺得，真的非常舒服，從來沒有遇到，就是一個男生讓我覺得他知道我想的所有的東西，就是我不需要說，他都知道我在想什麼。對，然後
就是可以聊到一起去，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聊到一起去，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太像了，然后对这样的男生，我觉得不是很好掌控的感觉。对，你要掌控他，你要做什么？对，有一点超出你的控制。也对，有一点点超出控制，因为我觉得以前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我是完全知道的，他下一步会做什麼，我也是知道的。但是這個男朋友就是經常會做一些我想不到的事情，就比如也是他做了一些我想不到的事情，讓我覺得可能我會跟他在一起很長時間。對，有一次就是其實我們認識以後一直都在一起，24個小時在一起。然後呢，我們在一起7個月的時候，我的表妹就是她要結婚，那我可能要回老家嘛，我要回老家就是去參加她的婚禮。以前我們都沒有分開過，就是完全不可以分開的那一種。然後我說天天挨在一起，就天天每天在一起。然後呢，我說那表妹結婚，我要回去。她說那你回去吧。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她就突然發高燒，然後哇是差不多39度，39度多。我就是陪她去買藥啊，然後打針啊什麼的。但是我其實當時有一點猶豫，我想她發燒很嚴重，她一個人在家，我要不要回去？但是我覺得我表妹可能這輩子只結這一次婚，我不回去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我還是回去吧。對，後來她說那我去車站送你。我說不，我說你就是在家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送我。但是她還是堅持去送我了。然後到了車站就是外面的時候，我說你就送我到這兒吧，你就回去吧。她說好，那你進去吧。然後我就進去啊，檢票什麼的。但是我看到他馬上就追了進來，然後站在對面看着我，就是看起來就很不舒服的樣子。然後我頓時我就哭了，眼淚就流了下來。然後我就是安檢之後，我給他打電話，我說你快回去吧。就是我們在一起第一次我哭，就是第一次分開的時候，他就安慰我嘛，說一些安慰我的話。後來我就上車以後，我一直在哭。然後呢，我走到我的就是車的位置，我的座位，因為我坐的是臥鋪，因為我的老家離我的那個城市很遠，我大概要坐10幾個小時的火車，所以很長時間我要睡覺，所以呢，我就買了一個臥鋪。大概10幾分鐘之後吧，我就一直在哭，然後但是我看到前面有一個非常熟悉的人，他就走了過來。我說：“哎，你怎麼來了？”他說：“沒有你我會死。”沒有，他說我不能沒有你。他說我不想看到你哭，然後我要陪你。我說啊，你要跟我一起回家嗎？可是你發燒很嚴重，你也沒有帶藥什麼的。他說沒關係沒關係。然後他就安慰我，他說我不想看到你哭，以後我也不要看到你哭什麼的。後來他就一直陪着我聊天。但是後來火車到了下一站的時候，他告訴我，他說我剛才是騙你的，我還是要回去上班，然後我要回去吃藥了。我看你哭，我就是很難過。在火車就是要開走之前的最後一秒，我覺得我要陪你一段時間，我要安慰你，然後你好了之後我再回去。所以他在下一站的時候，就是停車的時候，他就下車了，他就回去了。我當時就覺得，哎呀，可能我會跟他在一起很長時間吧。怎麼會有這麼浪漫的人？魏軒聽了都已經不行了都。但是我的老公怎麼不會這樣？就像在看電視劇一樣。對，我也沒有想到，好甜蜜。就是對，他就是總會做一些這種讓我想不到的事情。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就是一下子就戳到了我的那個心裡邊。對，不是什麼特別大的事情，都是一些小事兒吧。包括昨天晚上，
他回來他說范范你閉上眼睛伸出手我又閉上眼睛，又是这个，对对对，闭上眼睛放東西在你的手上，对对对，又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轻的東西。我睜開眼睛一看，就是一片葉子，因為秋天了嘛，有很多紅色的葉子，就是楓樹的葉子。我說：“哎呀，就是一片破楓葉，你給我幹什麼？”他說：“剛才我回來的時候，然後突然颳來一陣風，然後我剛好站在那個樹的下面。”我就接到了很多葉子，我就挑了一片最好看的，我想我要帶回去給范范送給你。哦，對，所以他很聰明誒，他都是挑一些不要錢的東西送給你。真的，是不是？對，他也送過一些就是花錢的東西，但是每一次他送那種比較貴的東西，其實我不是說特別開心。只有一次他送的無人機我是很開心，因為我真的喜歡。可是我還沒有用，我就丟了。啊，我知道，對，跟這個男人在一起，好像就活在電影裡的感覺，就是哇，這個是在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嗎？他就是那種金句，就是一直會跟你說金句，但是你就覺得非常搞笑。比如說昨天晚上我們去外邊去廁所，就是我每次我都不帶紙，他每次都會知道我不會帶紙，所以他會幫我帶很多紙。我說你上廁所不帶紙？不是我沒有想上廁所，但是我也不知道每次出去我都想上，走之前我不想上。對，然後呢，我說你有紙嗎？我說我就要2張紙就可以。然後他給我很多很多紙，我說你為什麼給我這麼多？他說我給你的永遠都比你想要的要多。我以為他會給范范一片樹葉，拿去，你拿樹葉去擦吧，去用吧。對，天哪，天哪，我們兩個好壞。因為是很浪漫的故事。那我們來說一下，就是這個男朋友或者老公有沒有讓你生氣或者是不舒服？魏軒，你的感覺呢？你的老公有沒有做什麼事情讓你不爽？有啊，這個事情你們也知道，就是我一直在說的，因為他是一個內向的人，所以他不是很擅長溝通，然後呢，他也不會表達他的想法、他的情緒，所以我生氣的時候呢，他不知道要說什麼，然後他覺得是如果我說什麼東西，魏軒可能會更生氣，那我不要說話了。所以我生氣的時候，或者我發脾氣的時候，沒有溝通，然後他就是很安靜的坐在我的旁邊，默默的這樣陪着我，他也不走，他也不做別的事情，他不會跟你吵架是吧？他不吵架，但是他也不會說很多東西，然後他就是默默的坐在我的旁邊，然後讓我覺得就更生氣，就是你至少說點什麼可以嗎？就是我們溝通一下好嗎？或者你跟我吵架也行，至少你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完全沒有，他就是他覺得我也不要跟你吵架，我也不想讓你生氣，那我不要說話好了。對，這個是他的處理方式。所以其實到現在他還是有這個問題，但是我有進步。好，對，你做得很好，所以你原諒他了。對，我原諒他，而且我參加了你的訓練男友的課。錢在哪裡？我沒有看到錢呢。友情價，微信紅包也沒有，是空氣給你的。空氣，友情價。對，然後我生氣，然後我會告訴他，我生氣了，然後我為什麼生氣？你們知不知道有一個英文的詞叫做 shit test？ 什麼？不知道。shit test 大概跟你說一下，就是女孩子有時候會問一些問題，她的心裡其實是有答案的，但是是在測試這個老公。對，比如說我跟你媽掉到河裡，這個是中國的 shit test。我跟你媽掉到河裡，你先救那個，對不對？那她老公說
我當然先救我媽，你會游泳。那這就是不是正確的答案，雖然聽起來邏輯上是對的。所以就是在國外也是，就是有時候有一些女生可能會有一些期待，然後她就是問一個問題，這個男的其實可以感覺到這個是一個測試，我要通過啊。那我老公應該不會知道這是一個測試，他會很認真的回答每一個問題。那你會給他 shit test 嗎？會，我經常會問他，就是你為什麼會喜歡我？其實我想讓他說的是因為你長得好看或者是什麼，但是他會很認真的回答，就是因為我覺得你很善良，因為我覺得你有很多的優點，然後我說那你覺得我有什麼優點？他說你都是優點，然後我就會生氣，這不是一個回答。那范范，你會不會給你的男朋友 shit test？ 對，我覺得我會，可是我覺得他每次他可以答对的，他知道我想要什麼答案，都是標準答案。就是这個，就是為什麼我覺得他是我交這麼多男朋友裡邊讓我覺得最舒服的一個。因為你們知道，比如說在中國以前我們有一個詞叫老司機，就是說他有很多戀愛經驗，他開很多年車，我們說他是老司機，對不對？但是我覺得我男朋友不是老司機，他是賽車手。哇，什麼都知道，就是他怎麼這麼厲害啊？所以我覺得跟他在一起沒有一點就是很累的感覺。所以虽然他沒有錢，但是我覺得這段感情一直都在滋養我，就是讓我變得更好，情緒更穩定，然後更積極。就是可能這幾年他是很困難的，但是他一直都是非常積極向上，覺得一切都可以過去，一切都可以解決，然後他也相信我會越來越好。就是我記得我剛從大學辭職的時候，其實我是很難過的，因為對我來說可以在大學裡工作，然後還有一個不錯的職位，就是算是一個管理的職位嘛，也很好，做的也是我喜歡的工作。可是就因為疫情，然後我就是不得不辭職的，因為另外一个学校，另外一个校区也对我來說也不是很方便我就覺得非常難過。但是我就記得我男朋友說，他說范范你是很優秀的，在我心裡你是非常棒的，而且我相信你的人生就是你是不止於此的，你以後一定會越來越好。所以我覺得那好吧，那我們就是慢慢努力，然後時間會給我們答案的。對，所以我們兩個都相信就是這一點。他說對了，而且范范不僅越來越好，而且你一直感覺特別可愛，像一個小孩子，就是特別好玩，很積極特別好。謝謝你們，你們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跟你們說，我覺得我不會給我的男朋友 shit test， 就是我是那種特別不會讓他猜我在想什麼和我的感覺的人，我會直接告訴他，然後我會告訴他我需要你做什麼，我想要這個，我們看看就是怎麼一起去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有時候我不小心給了一個 shit test， 就是我是對你有期待的，我是期待，我會告訴他，你要小心一點，因為我剛才給了你一個 shit test， 我的期待的答案是這個所以開卷開卷考試作弊你直接告訴他答案。對，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沒有什麼互相測試，就是互相給答案，這個是我會遇到的這個問題，這個是答案，你拿去。有些男的你給他答案他也做不對，就是對，這不就是我老公嗎？他老公大俠好慘。對啊，我說你應該說你喜歡我是因為我漂亮，對不對？他說對，你懂我的感覺嗎？這時我已經告訴你答案了，你還是讓我這麼生氣。好，那魏軒，你覺得你在感情中的紅線是什麼？就是什麼東西是你絕對不能觸碰的？就是如果你觸碰到了離婚，就是
那種？啊，如果是離婚啊，其實我還沒有想到什麼事情會讓我下定決心離婚。哦，如果他是一個情緒很不穩定的人，如果他的脾氣很不好，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情緒，那我要離婚。這個是你的紅線，對不對？你就不可以這樣子。对，一直都是這樣，就是找男朋友的時候也是，就是我一定要找一個情緒很穩定、脾氣很好的人。所以魏軒，你老公他從來都沒有發過脾氣嗎？從來沒有，他從來沒有發脾氣，而且他很少生氣。他生氣可能是因為我生氣，所以他生气。其他時候他不會生氣的。范范，你呢？你有沒有什麼你覺得是紅線？我覺得紅線就是出軌吧，就是精神出軌和身體的出軌，我覺得我是都接受不了的。对我來說是一種侮辱。所以 OK 沒問題，就是如果你覺得我們不合適了，或者你不喜歡我了，你提前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如果當你不喜歡我那一天，我也不喜歡你了。所以我們分開就好了，你再去找你的下一個女朋友或者是什麼都可以，下一個女人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我們要先說清楚，你要先跟我結束我們的關係，然後你才可以去找。但是如果我們還在一起，你出去跟別的女人有別的關係，我真的是沒有辦法忍受的。這個是紅線，對。OK， 好，你們猜我的紅線是什麼？很難猜耶。沒有頭髮。哎，我的男朋友已經快要沒有頭髮了喲，我現在還在跟他在一起啊。這個不是我的紅線。對，腳很臭我也不行，但是沒有覺得不是紅線。對，我男朋友腳還可以，就是很慶幸。性格吧，是不是性格？哎，我跟你們說，我以前認識了一個男朋友，他差不多踩了我所有的紅線。哇，那也是不容易。不容易。就首先第一個是價值觀有問題，就是他是一個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出賣別人的人，就是他是一個不正直的人。就是比如說，他說在銀行的 ATM 取款機，如果他是管理钱的，管理 ATM 取款機的那個人，有一天他如果發現非常非常多錢在裡面，他會把所有的錢都拿走，然後逃跑。他就是可以覺得為錢犯罪的感覺。他告訴你的嗎，志飛？他告訴我了，我覺得這個人道德很有問題。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情緒非常非常不穩定，就像魏軒這樣子，我覺得他其實是有暴力傾向的。他已經做了接近就是暴力的事情。第三個就是他抽煙，這個我非常不爽。對，所以我也不知道，我那段時間應該是腦子進水，交了一個這樣子的男朋友。然後後來我非常想要離開，可是就是很難擺脫這個人。對，出軌我覺得倒是還好，我覺得一個人出軌的確我不會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我會同情他，就是你沒有勇氣跟我說你的想法，然後你要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出軌永遠都不是一個意外，它一定是一個選擇。就是說我不小心做了什麼，我喝醉了都是借口，對，都是你自己的選擇，没有人逼你。所以我覺得我會很同情一個出軌的人。那你真的太善良了，志飞，我才不會同情他。對，我不會恨他，我只是覺得他很可憐。這個視頻你聽懂了嗎？如果你覺得這樣的視頻對你學習中文有用，你可以看更多我們的視頻，你也可以用我們的免費的學習材料去學習怎麼用視頻學中文，怎麼更高效的學中文。你可以在這個視頻的說明裡找到免費的學習材料，在小瓜 Chinese，我們幫你說一口流利的中文。